爹爹，给。宋怀安接过手机，一点都没有管宋六郎的死活道：时辰还早，你出去练一套拳再回来。练2套吧。这2天我不在家，你应该都没好好练，瞧着都长胖了不少。好了，去吧，声音小一点，别把你大哥他们吵醒了。宋六郎这是亲爹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打发走宋六郎，宋怀安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手机，偷感十足的点开了乔西录制的视频。乔西爽朗的笑声从手机里传来，宋怀安原本冷硬的眉眼也情不自禁的温柔了许多。这姑娘笑起来可真好看，就跟天上的仙女似的。视频播放完毕，宋怀安想了一下，开始回答乔西的问题。乔姑娘，你猜的没错，这些东西确实是我顺的。以乔姑娘的聪明劲儿，偷窃密室的事情压根儿瞒不住她。与其被她胡乱猜想，倒不如大大方方的承认，反正她偷的也是该偷之人。录完视频，宋怀安去院子把宋六郎喊了进来，把手机给你们乔姐姐送过去。好。宋六郎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接过手机，扭头就走。乔姐姐，给你手机。宋六郎累坏了，把手机给了乔西后，就站在原地，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你干嘛去了？怎么出了这么多的汗？爹爹罚我练武。宋六郎委屈死了，想让他送信就明说，大晚上的也没必要这么折腾他吧。可怜的孩子，去冲个澡吧。乔西给了宋六郎一个同情的眼神。看完视频，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男人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单枪匹马就敢去县令家偷东西，也不怕被逮着了。宋大哥，你不要有心理压力，虽然偷东西是不对，但是偷田有成这种狗官的东西，那就不叫偷，叫替天行道。宋怀安很同意乔西的说法，他就是在替天行道。两人一来一回，一直聊到天亮，才意犹未尽的结束了聊天。累了一整晚的信差，宋六郎也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翌日起床，乔西先给宋四郎录了一段视频，才开始做早饭。做一个人的饭也是做，做一堆人的饭也是做。他干脆把宋家一大家子的早饭也给做了，包子、花卷、烧麦这些都是他提前买好的速冻食品，只要放锅里热一热就能吃。知道宋家人爱吃肉，他又用空气炸锅炸了些鸡块。月月，去喊你六哥和七哥过来端早饭。好的。不一会儿，三兄妹又回到别墅。宋七郎小跑到乔西跟前，眨巴着湿漉漉的大眼睛，可怜兮兮道：娘亲，我今晚也想和你睡，哥哥们太臭了。只要你爹爹同意，我没什么问题。别墅空房间很多，就算宋家父子全都过来，也能住得下。那我一会儿就去跟爹爹说去。宋六郎也想住别墅，这里又大又亮，还不热，比自家舒服多了。六郎，你想住的话，也搬过来一起住。谢谢乔姐姐。不客气，乔西笑着回答，把饭菜用意念移到平板车上。六郎，这些东西是给你四哥的，昨晚忘了给宋四郎礼物，今天连同手机一起拿给他，希望这臭小子看在他对他这么好的份上，以后不要再败家。宋四郎一连打了几个喷嚏，才从床上爬起来。大清早的，是谁在骂他？可怜的他呀，没爹疼，没娘爱，还没有衣服穿。四哥，乔姐姐给你买了礼物。收礼心切的宋四郎来不及上茅房，又蹦回了屋里。那乔姐姐给你录了视频，这些衣服、鞋子还有零食也是她给你买的。乔姐姐也太好了吧。宋四郎象征性的掉了2滴眼泪，从里面掏出衣服就往身上套。老天爷呀，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昨晚他被几个兄弟嘲笑了一晚上，可恨的小毛贼，可千万别让他逮到了。等逮到他就算了，还是别被他逮到了，因为逮到了他也打不过人家，他可太菜了，连个小毛贼都收拾不了。想到这里，宋四郎美滋滋的点开乔西录制的视频。四郎，我们这边物价比较便宜，你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可以把钱给我，我帮你代买。多大点事儿啊！宋四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时大门外传来赵礼正的声音：大郎、二郎、三郎，你们起来没？起来了，赵爷爷。宋大郎走到大门口，就看到赵礼正满面愁容地站在大门前。大郎，赵爷爷想了下，咱们今天还是再去县城里找找四郎。人家宋三两口子给村里低价提供了那么多粮食，救活了那么多村民，这个人情他得成。屋里听到赵礼正的声音，宋怀安才起了床。赵叔，不用找了，臭小子回来了，这2天真是给您和乡亲们添麻烦了。宋三，你回来了啊，
回来了。宋怀安笑着把赵立正请进院里。赵叔，对不住，昨晚我们回来的晚，就没去跟您说这个事儿。没事儿，孩子回来了就好。两人寒暄了一会儿，赵立正一脸为难地看着宋怀安。宋三呐，叔有件事情想麻烦你。叔，啥麻烦不麻烦的？您有事儿就直说。是这样的，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也知道咱村有低价粮这事儿。这2天他们各村的里正村长一直跑来问我，想买一些低价粮回去，都是乡里乡亲的，叔也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厚着脸皮来问问你还有没有余粮，若是有的话，能不能也给其他村的村民卖一些？宋怀安垂眸沉思，粮食倒是有，卖也是要卖的，但是这么多的粮食，如何正大光明的出现在自家，这是个问题。昨晚回来的路上，宋四郎跟他说了，王寡妇已经怀疑他们家有鬼之事，想来村里肯定不止他一个人在怀疑，所以他必须想个办法，给这批粮食过个明路。叔，这事儿我得跟乔西商量一下，您也知道，粮食是他弄来的，我没有什么话语权。成，那你们先商量。对了，下次乔丫头再来，你把人带我家去坐一坐，认认门。你说你这没爹没娘的，家里也没人给你操办婚事，哎呀！宋怀安就心塞呀，说了一个谎，就得用无数个谎来圆。吴宝斋，齐言，你给西西打个电话，让他一会儿来店里一趟。话刚说完，就听到乔西清脆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齐爷爷，您找我。”对，齐老爷子笑得一脸不知钱的样子。走，咱们上楼上说去。经理，你看店啊。齐言，你跟我们上楼。齐老爷子想多给齐言和乔西创造点机会。来了，2楼，齐爷爷，你把江爷爷他们叫来吧，我朋友又给了我一些好东西，让我帮他卖了。我先看看。说着，他拉开编织袋的拉链，瞬间呼吸一滞，好家伙，这里面不但有珠宝首饰、花瓶，竟然还有金条。齐爷爷，您看看这银票值钱不？嘿呦，这是古董，是文物，你怎么能装得这么随意？嗨，别生气，我下次注意，下次一定注意。齐老爷子重重的冷哼一声，这才从乔西手里接过银票。真是大梁朝的东西，瞧瞧，这上面写着大梁王朝4个字儿。他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激动。昨天还有几个狗屁专家还质问我，如何证明这些东西就是大梁王朝的。有了这张银票，我就可以证明了，大梁朝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它不是传说。齐爷爷，别激动，大梁朝确实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还有你说的那个少年将军也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您爷爷没有骗你。他话刚说完，齐老爷子已经拨通了姜老爷子的电话。老姜，西西说了，少年将军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我爷爷没有骗我。姜老爷子来得很快，倒不是急着跟齐老爷子争辩少年将军是否存在，而是在众多珠宝首饰和金条中，他一眼便相中了那枚玉印章。我的，都是我的。姜老爷子急得方言都出来了，也当仁不让。怎么就是你的了？明明是我先看到的。田有成。齐老爷子拿着印章欠欠道：“有成，有志者事竟成。是个好名字。名字是不错，可惜是个大贪官。要不给会长打个电话，让他来挑几件宝贝？我觉得行，会长有钱，可以一次性替西西解决财务危机。”他们口中的会长不是别人，正是齐老爷子的死对头，华国古玩收藏协会的会长沈文熙。齐老爷子垂眸沉思了片刻，心不甘情不愿地说道：“行吧。要不是为了帮助乔西尽快把债还清，他是一点都不想见沈文熙这个老东西。”老齐呀，个人恩怨是个人恩怨，没必要跟钱过不去啊。姜老爷子一边安慰齐老爷子，一边掏出手机给沈文熙发微信：“老沈，老齐这儿有大梁朝的文物，速来。”沈文熙今天刚好在安市，半个小时后他上了古堡斋2楼。老姜啊，真的是大梁朝的宝贝吗？回答他的是齐老爷子重重的一声冷哼。看在有宝贝的面子上，沈文熙并没有同他计较，而是一脸殷切地看着姜老爷子。可不咋的。姜老爷子把那张印有大梁王朝字样的银票递到他面前：“你瞧瞧，上面写着大梁王朝，造不了假。”明川，把手套给我。戴好孙子递来的白手套之后，他才小心翼翼地接过银票，那副郑重其事的样子，搞得乔
乔西心里愧疚感拉满，罪过，真是罪过！他刚刚竟然把那张银票当成手纸一般，随意地装进了口袋，还好没有被这位会长看到，要不然又该挨批了。真的是大梁朝的银票，真的是。老姜，这张银票我要了，你开个价吧。这银票老齐要了，要不你俩商量商量？不卖，其他都卖出去了，就剩桌子上这些了，你爱要不要？沈文熙上前一一查验了剩余的古董之后，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喜色。这些我都要了，你那张银票我也要了。不等齐老爷子应声，他看着其他几位好友道：你们手里的东西我也都要了。1个月后，他要在京市举办一场文物展，届时会有不少海内外古董玩家来京市参观。大梁朝的这批文物刚好可以作为展出的一个亮点。那可不行！齐老爷子眼珠子一转，既然如此，那还是老规矩，价高者得。看他不坑死姓沈的。江老爷子几人虽然不情愿，但是架不住齐老爷子一会儿挤眉弄眼，一会儿威逼利诱。行吧，价高者得就价高者得。见众人妥协了，乔西在心里默默给齐老爷子点了个赞。第一家大梁朝20两银票一张，起拍价10万。齐老爷子说完之后，冲齐言眨了眨50万。齐言秒懂51万，100万。沈文熙哪能不知道齐家爷孙俩就是故意在抬高价钱？他扬了扬唇角，偏头看向乔西。小丫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吧？是的。乔西礼貌一笑。你这堆东西打算卖多少钱呢？你给我开一个打包价，我全都要了。姓沈的，你要点脸行吗？我们找你来是捡漏的，不是让你来打劫的。可不是，老沈，早知道你是这种人，我刚刚就不叫你来。乔西也觉得这位会长有些不地道，秀眉微蹙道：老先生，您要是诚心要几位爷爷挑剩的这些，我可以给您开个打包价，至于他们已经挑好的，我没办法再卖给您。行，那你开价吧。他跟乔西无冤无仇的，没必要难为他。刚刚之所以要明抢，一来是跟姓齐的不对付，想给他添点堵；二来是因为生几位旧友的气。别以为他人在京市就不知道他们最近背着他收藏了不少大梁朝的宝贝。乔西也不知道该开多少价格合适，求助的看向齐老爷子。齐爷爷。齐老爷子给了乔西一个安心的眼神。一口价3个亿，你要就付钱，不要就走人。乔西双眼瞪得溜圆，嘴巴也张成了一个 O 型。老天奶呀，齐爷爷可真敢要价，也不怕把人给吓走了。行，3个亿就3个亿。沈文熙很爽快地答应了，毕竟大梁朝的东西可是稀缺货，入手不亏。乔西更加惊讶了，不愧是会长，就是豪横，3个亿说花就花，都不带眨眼的。许久之后，他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看着沈文熙说：沈爷爷，您还要大梁朝的银票不？我还有一张50两的。要。沈文熙淡淡的扫了乔西一眼，心说这姑娘还真是现实，刚刚还称呼他老先生，3个亿一花，立马改口叫沈爷爷了。好嘞，那我现在回家给您取去。乔西笑得一脸狗腿，之所以要卖沈文熙一张银票，完全是为了巴结他，毕竟他财大气粗的，指不定将来能成为他的超级 VIP 大客户。齐老爷子气不打一处来，对着乔西重重的冷哼一声，亏他刚刚帮他赚了3个亿，他倒好，转眼就当起了姓沈的狗腿子，还沈爷爷，叫的可真亲呢。乔西顾不得安慰齐老爷子了，马不停蹄的开车回家去取银票。等他再回到古堡斋的时候，齐老爷子气得2个腮帮子鼓鼓的。嘿嘿，齐爷爷，谁又惹您了？哼，他不高兴了，沈文熙就高兴了。哎呀，丫头啊，不用搭理他，东西带来了吗？沈爷爷，给您。没错，确实是50两。丫头啊，这张银票你打算卖多少钱呢？乔西又眼巴巴地看向齐老爷子，齐爷爷，您帮我开个价，我不懂。齐老爷子受不了他这副样子，无奈地翻了个白眼，竖起一根手指，100万不还价。沈文熙这次倒没急着答应。丫头啊，你那边要是还有好东西呢，记得跟沈爷爷说一声啊。对了，下个月我要在京市举办一场大型文物展，今天这些东西到时候会一并展出，时间的话，欢迎到时候到现场来看一看。
谢谢沈爷爷，我一定去。他手里还有不少宝贝，而齐老爷子和姜老爷子他们明显已经吃不下了，所以他得多找几个新买家。文物展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付完款，沈文熙和姜老爷子他们几个陆续离开。大梁朝，宋怀安站在院子里，听着屋里传来的阵阵鼾声，眉头紧蹙。就宋四郎这种懒到极致的人，他会答应和乔西一起合伙做生意吗？就算答应了，他又能坚持几天？正想着，宋五郎背着竹背篓进了院子。爹爹，山上能吃的草不多了，我就捡了些野蘑菇回来给追风吃，这个可以吗？宋怀安瞄了一眼背篓里五颜六色的野蘑菇，嘴角抽了抽。算了，先让追风饿一会儿吧，等你们乔姐姐把饲料买回来再喂他。一顿不吃也饿不死，但是吃了这些野蘑菇还能不能活，那可就是个未知数了。哦，好吧。宋五郎低着头，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今家里几个兄弟都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要干，就连四哥那个大懒蛋，爹爹都想让他和乔姐姐做生意，唯独他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好不容易包揽了喂追风的事情，可爹爹竟然说算了。五郎啊，爹爹，是不是可以给追风吃野蘑菇了？不是，你想不想跟你们乔姐姐合伙做生意？四郎靠不住，合伙做生意这事儿又不能交给外人。目前看来，五郎似乎也不错啊！真的吗？宋五郎又惊又喜，和乔姐姐合伙做生意，他是100个愿意，可他也不会做生意啊。四哥之所以能卖掉琉璃瓶，靠的全是坑蒙拐骗。好巧不巧，这4点他是一点都不会。害怕？宋怀安看出小家伙眼里的犹豫。哦，爹爹，我不怕，我就是不会骗人。宋怀安听笑了，这孩子心眼慈实，看起来确实不像宋四郎那样有做生意的天赋。不过孩子还小，培养培养，指不定就有天赋了。做生意不一定要骗人，老老实实的也能做。爹爹，我想跟乔姐姐做生意，但我怕我做不好。做不好也没事，只要尽力了就好。爹爹晚点让你们乔姐姐备点货，咱们父子俩改天就去镇上试试水。宋五郎年纪还小，心思又单纯，让他一个人去镇上做生意，宋怀安也不放心，所以他打算陪宋五郎一起做生意，直到小家伙有能力自己一个人做生意为止。咦，好，有爹爹陪着，他一点也不怕。父子二人相视一笑，对合伙做生意这事儿都信心十足。有了备胎，宋怀安也没有再管宋四郎这根废材，他想睡就睡，想走就走，他全当自己养了头猪。西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5点，打发宋六郎把饲料先运回宋家后，乔西给宋怀安录制视频汇报今天的情况。虽然宋怀安说钱的事情不用跟他说，可乔西还是一五一十的跟他汇报了一遍。一来他们也算是合伙人，他有权知道所有经济收入；二来他也没什么朋友可以分享这份喜悦，这份即将还清所有债务，以后不用再抠搜过日子的喜悦。唉，另一边宋怀安看完视频人都傻，就那么一点东西竟然卖了6.5个亿。打定主意，宋怀安又跟乔西说起了摆摊做生意这事儿。不过在此之前，他得先买一批粮食，把周边几个村子的粮食危机给解决了。毕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看完视频，乔西给林有望发了微信，让他明天给自己家送1000袋糙米。此刻，宋大郎几兄弟正在给附近村子的村民们称米。宋三呐，真是太感谢你了！要是没你，叔都不知道该怎么活呀。其他村的李正和村长把宋怀安团团围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着感激他的话。说着说着，众人竟然骂起了当朝皇帝。呸，都怪那个狗皇帝，一天不干人事就会增加赋税。我看就是老天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才降下这场灾难，要毁掉我们大梁朝。谁说不是呢？当初瑞王在世时，周边几个国家哪个敢动咱们大梁朝？他倒好，直接把瑞王给杀了。如今倒是好了，全朝上下闹饥荒，边关还要打仗。我听说好多士兵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活生生的饿死的。嘘，都小点声，低声道：你们这胆子可真大呀！朝廷的事情也敢议论，就不怕被砍头吗？小河村的王立正附和道：要不是因为狗皇帝不作为，咱们老百姓能吃不饱饭，骂他几句都是轻的，把老子逼急了，老子也造反去。少李正就一个个的真是不想活了。你们要骂到边上骂去，别连累了我和宋三，我俩还没活够呢。此时的宋怀安眉头紧锁，心情沉重至极。为了不暴露身份，这些年他很少跟旧部联系。如今听了几位李正的话，他才知道边关的情况竟然如此危急，他的宋家军也不知道如何了。
哎，我说宋大郎，你个小兔崽子，我又不是不给你钱，你凭什么不卖粮给我？王寡妇双手叉腰，表情要多凶有多凶。同村不少前来买粮的人也都气势汹汹地瞪着宋家几兄弟。可不就是，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凭什么给外村人卖粮，不给本村人卖？宋大郎嘴笨，越急越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时宋三郎放下手里的笔，彬彬有礼道：各位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不是不给咱们村的人卖粮，而是先紧着外村人卖。前几天咱们村里的人已经买了一批粮食，大家省着点吃，还能吃上几天的。可外村的乡亲们已经断粮多日了，所以我不管，我今天就要买粮食。不等他把话说完，王寡妇骂骂咧咧地打断他，说着他还不忘煽动村里其他人：乡亲们呐，这粮食就这么多，外村人都买走了，那咱们可就没得吃了。不想被饿死的，就把这些外村人给赶出去。闻言，洛河村的村民们瞬间清醒过来。对呀，便宜的粮食都让外村人买走了，那他们岂不是又要高价买粮？这可不行！外村的滚出我们洛河村！对，滚出去，把你们买的粮食都给我们放下，这是我们村的粮食。洛河村的，你们不要太过分，这哪里是你们村的粮食，分明是人家宋三兄弟家的，人家都没说什么，你们嚷嚷个球啊！就是，村民们你一句他一句，吵成一团，有脾气不好的甚至撸了撸袖子，准备动手打人。都闭嘴！宋怀安冷着脸大喝一声：大家伙放心，粮食还有不少，足够大家度过这场饥荒。宋怀安原本是想安抚众人，可一些洛河村的村民并不买他这个账，尤其是王寡妇。宋三儿，你说大话也不怕闪着舌头，天知道这场饥荒还有多久才能过去，你竟敢说让我们放心？万一这饥荒要是再持续个3、5年的，你能保证到时候大家伙还有粮食吃吗？宋怀安皱眉沉思，王寡妇说的也没有错，要是这场饥荒再持续个3、5年，不知道乔西那里的食物还够不够接济他们。迟迟不见宋怀安开口，王寡妇还以为他手里真没粮了。宋三儿，既然你不能保证，那就不要阻止大家伙不让外村人买粮。乡亲们，外村人如今买的可是咱们的救命粮，听我的，大家抄起家伙跟他们拼了！想带走我们的救命粮，先从我王桂花的尸体上踏过去再说。被他这么一煽风点火，洛河村的村民们纷纷拿起家伙事儿，不让外村人买粮。赵立正气得脸都绿了，住手！都给我住手！其他几个村的村长李正也都拦着自家村的村民们：别动手，别动手，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啊！在生死面前，这些人哪里还会听从他们的话？有的挥着拳头，有的顺手捡起一根木头就准备开战。瞧着眼前乱糟糟的一幕，王寡妇眼底闪过一抹坏笑，她趁乱扛起一袋糙米准备溜走。婶子，你这是做什么？被抓了个现行，王寡妇尴尬地笑了笑。大郎啊，婶子家没米下锅了，这袋粮食就当做是你给大丫的彩礼，婶子把米扛回去，一会儿就把大丫给你送过来，你们今晚就能洞房。原先他之所以想把李大丫嫁给宋大郎，完全是因为他老实好拿捏，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不但看中他老实好拿捏，还看中他家有粮食有肉，等大丫嫁过来，他也能跟着解解馋。宋大郎差点被他吓哭，鬼才想娶他家李大丫，他想娶的是村花林青青，娇娇软软的，看着就惹人心疼。思及此，宋大郎扯着大嗓门喊道：赵爷爷，王寡妇偷我家粮食！哎，你这个小兔崽子，谁偷你家粮食了？王寡妇老脸一红，扔下粮食就准备走人。赵立正拦住王寡妇的去路，怒不可遏道：王桂花，你个搅屎棍子，闯了祸就准备走人了。立正叔，你说话咋这么难听呢？我是搅屎棍，那你们是啥？是吗？再说了，我哪里闯祸了啊？我这也不是为了大家着想吗？你想当好人我没意见，但是你不能拿大家伙儿的活命口粮去当好人呐！你赵立正气得肝疼，活了大半辈子了，他就没见过比王寡妇还能胡搅蛮缠的人。你什么你？说来这件事还得怪你，那天要不是你让大丫二丫把我拉回去，指不定我就嫁给了宋三儿。我嫁给了宋三儿，可不就不愁没粮食吃了吗？我不愁没粮食吃，我不就不当搅屎棍子了吗？宋怀安可不知道王寡妇依旧在打他的鬼主意，一脚将眼前几个打斗的魂不吝踹飞后，他冷脸说道：谁再敢闹事，今天就别想活着走出我家大门。刹那间，众人像是被施了什么法术似的，全都呆愣在原地。见众人消停了，宋怀安大手一挥，要买粮的继续排队，每人限购2斤，想闹事的尽管放马过来。限购是昨晚乔西建议的，他们的粮食卖得便宜，乔西担心有人浑水摸鱼，会低价大批量买进，然后高价卖出。
所以想从源头上杜绝这种倒买倒卖的可能性。在场众人都清楚自己不是宋三儿的对手，一个个乖乖的排好队，继续买粮。老王，你耳朵疼吧？我怎么觉得刚刚宋三说话的时候，我耳朵巨疼啊？王礼正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也会一点武术。通过刚刚那一脚，他看出宋三儿是一个武艺不凡的高手。老许，宋三这人不简单，回去叮嘱好你们村的村民，不要轻易招惹宋家人啊！怎么就不简单了？他刚刚说话的时候用了内力，所以大家才会被震得耳朵疼。内力？他不但有内力，而且内力相当醇厚，我猜他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所以才能一脚踹飞5、6个人。王桂花，看在根生的面子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下次要是再敢惹是生非，就收拾东西，麻溜的滚出我们洛河村。李正说，今天这事儿呢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向宋三儿兄弟道歉。王寡妇眼珠子滴溜溜转着，不知道在打些什么鬼主意。宋怀安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赵叔，我有点事情想跟您和其他李正村长商量商量。光看他脸色，赵李正就知道他要说的事情肯定是大事儿，忙喊上其他人去了自己家。事关重要，宋怀安也没有卖关子，一进赵李正家门就开口说道：各位叔叔伯伯，刚才发生了什么你们也都看到了。众人点点头，等待他的下文。这灾荒年的粮食可比金银还贵重，像今天这种事情以后肯定还会隔三差五的发生。今天还好，大家没有抢粮，而是老老实实的买粮，但是用不了多久，我估计方圆100里的人都会知道咱们手头上有粮，他们若是肯花钱买，那也无所谓。我就是担心呢，附近的流民强盗会浑水摸鱼来抢咱们的粮食，若真的遇上了这些亡命之徒，估计咱们也护不住手里的粮食。听了这话，众人眉头一个比一个皱得深。宋三，你找大家过来，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办法能保住咱们手里的粮食了？宋怀安微微点头，郑重其事地说道：办法就是组建护卫队。护卫队？王礼正眼睛一亮，这个办法好啊。徐礼正跟着点头。虽然我不知道好在哪里，但是老王说好，那就一定是个好办法。赵礼正没好气地瞪了徐礼正一眼，就你这榆木脑袋，也不知道咋当上李正的。说完之后，他把目光移到宋怀安身上。宋三，你具体说说。组建护卫队的事情是刚才宋怀安临时决定的，一来老百姓手里有粮食，确实需要有人保护；二来他有自己的私心。洛河村一带地处北方，这里的汉子们天生个儿高力气大，很适合当兵。他打算就地组建一支全新的宋家军，以备不时之需。我建议各个村子抽调村里的青壮年，组建成护卫队，分成昼夜2班，然后在村口巡逻。若是遇到了可疑的人物，立马将他控制起来，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把危险扼杀在摇篮里。当然了，各个村子之间也要互相通信，若是哪个村子遇到敌袭，其他的村子也能立刻支援。如今天下不太平，咱们只能抱成一团，才能活下来。巡逻、敌袭、支援，这一个个熟悉的词汇让王礼正更加确定宋三儿绝非普通人。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宋三儿应该当过兵。我同意。我也同意。见状，其他村的李正村长也都出声表示支持。各位叔叔伯伯，事关重大，大家还是尽早将护卫队组建起来。众人点头，纷纷起身，着急忙慌地离开赵李正家，回村安排这事儿。他们走后，赵李正目光殷切地看着宋怀安。宋三，说年纪大了，咱村组建护卫队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说看得出来，你是个有能力的，一定能带领护卫队保护好咱们村的粮食。他不是要故意推脱责任，而是有意培养宋怀安，想着下一任李正就交给他来当。就算赵李正不说，宋怀安也准备接手组建陆河村护卫队一事。一来他需要一些亲信，自己挑选人手，自己心里有谱；二来这是一个不错的锻炼机会，他想好好锻炼锻炼宋大郎。说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我若是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您记得指点我一二。没问题，那咱们现在就去召集村民们开会。好。宋怀安应了一声，起身跟着赵李正出了门。事关个人利益，洛河村的村民们都相当配合。赵李正一提这事儿，几乎全村所有青壮年都报了名。宋怀安从里面挑选了20名身高体壮的村民，组建成洛河村第1支护卫队。晚上买粮的人都离开之后，宋怀安给乔西录视频，说起护卫队的事情。乔姑娘，我担心有人会来抢粮，所以组建了一支护卫队，你能不能帮我准备一些趁手的武器？对了，衣服鞋子也准备一些。当兵的吃饱穿暖，才能更好的保卫国家。如今护卫队这些成员一个个都没有一双合脚的鞋子，真要有坏人来袭，估计也只能光着脚跟对方战斗。乔西看完视频，眼睛瞪得老大。护卫队，这不就相当于现代的民兵吗？他突然
觉得宋怀安好像有一点点厉害，一个普通的村汉而已，竟然会有这样的危机意识，真的很让人吃惊。宋大哥，你把衣服和鞋子的数量、尺码统计好发我现在就下单。快的话，明天应该就能到货；慢的话，估计得个3到5天。还有，你想要什么样的武器？我们这边武器种类挺多的，但是很多你们那边可能用不了。说完之后，乔西觉得自己好像说了句废话，笑了笑，继续道。要不我把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武器都买一个样品回来，到时候你挑挑，看需要哪种，我再批量购买。录制完视频，乔西把手机给了宋六郎，就在网上搜索起了武器相关的帖子，想看看什么样的武器更适合古人。很快，宋怀安回过来消息：乔姑娘，今日大家都休息了，石马只能明天发给你。至于武器，上次你送给我的匕首很好用，还有送大郎的斧头也很不错。除了这2种，我还想要一些长刀。至于其他的武器，你可以先买一些样品回来，让我看看啊。对了，手电筒、望远镜、打火机也要一些。村里人不会武功，长刀、匕首和斧头这些常见的武器更适合他们。宋怀安之所以让乔西买些样品回来，是为了给之前的旧部们挑选趁手的武器。忙完这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2点。为了自己的发际线，他赶紧关了手机，上床睡觉。次日，乔西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喂，迷迷糊糊的接通电话，里面传来赵子君的声音：乔西，我打电话是来提醒你，7天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你把钱准备的怎么样了？你也别怪二婶不近人情，实在是我娘家那边催得厉害。卡号发我现在给你转过去。赵子君不信乔西有钱，冷嘲热讽道：你不会是还没睡醒吧？那可是2个亿呀！瞧你这轻飘飘的口气，说的跟你有钱似的。乔西挑眉，忍不住在心底蛐蛐道：我就是有钱啊，银行卡里有将近4个亿，还有3亿多的外债没有收回来，别墅还有一堆古董没有卖，估值最少也得有10个亿人民币。怎么不算有钱呢？不过他并不打算跟赵子君多说什么，毕竟在他生活落魄的时候，赵子君这个亲二婶非但没有帮衬他一把，反而落井下石。等还完债，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就到此为止。好好，乔西语气冷硬，不带一丝感情。赵子君被他这副语气给气到了，凶巴巴地说：我现在就发你，我倒要看看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说罢，他挂断电话，把卡号发到乔西微信上。转完账，乔西截了张图发给赵子君：已转，请查收。借条和房产证我改天去您家取。发完消息之后，他把手机静音，搂着又香又软的玉玉继续睡回笼觉。另一边，赵子君正坐在明亮宽敞的优雅地吃着早餐。你那个好侄女啊，还真是不识抬举。林虎彪家那么好的条件，他竟然还看不上人家。林虎彪家条件好，怎么不见你把你外甥女介绍给他呢？你呀，就是欺负我们老乔家没人。乔思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乔思成眉头微皱，连哄带骗道：你别多想，我能有什么意思呢？赵子君眼圈一红，委屈巴巴地说：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吗？但凡你有点出息，我也不会在娘家抬不起头了。正说着，手机叮叮叮地响了几下，扫了眼手机屏幕，看到是乔西发来的微信，拿起手机查了查银行卡余额。几秒后，他满眼震惊地看着乔思成说：你侄女真的把钱给我转过来了？开什么玩笑呢？7天时间凑够2个亿，你知道那有多难吗？我一个公司老总都没那能力，你觉得乔西一个无权无势、父母双亡的小丫头片子能凑齐吗？赵子君把手机递给他：哎呀，你别不信啊，你自己看。我自己看就我自己看。乔思成接过手机，看着余额里的数字，一一数道：1、2、3、4、5、6、7、8个零，真的是2个亿啊！我还能骗你不成？突然想起什么，他面色一冷：乔思成，你不会背着我偷偷给你侄女钱了吧？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到乔西还能有什么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凑齐2个亿。风景别墅，乔西眯了一会儿，起床开始准备早餐。昨晚刷视频看别的博主做的肉蛋堡香的，他干脆和了点面糊，做了几个肉蛋。精力有限，他做的量只够4个人吃。至于宋家父子那边，他则点了一些外卖，什么水煎包、油条、胡辣汤、肉夹馍、菜夹馍，一样点
点了几个，让他们也能尝个新鲜。要不是别墅有秘密，他真想雇2个保姆，一个专门负责做饭，一个专门负责打扫卫生。毕竟赚钱就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现在他有钱了，也该好好享受享受生活。饭吃到一半，赵子君打来电话：乔西，开下门，我来给你送借条和房产证。挂断电话，乔西看向正在餐桌前吃饭的三小只。六郎，先带弟弟和妹妹回去，姐姐家里有客人要来。好。宋六郎把没吃完的肉蛋塞到宋七郎手里，一把抱起玉玉朝2楼走去。宋七郎端着几个没吃完的肉蛋堡，恋恋不舍地对乔西说：娘亲，我会想你的，你也要记得想七郎哦。乔西就同样一句话从玉玉嘴里说出来，乔西心里是欢喜的，但是从宋七郎嘴里说出，他反而有种很强的不适感，就觉得挺茶的。等宋家3兄妹离开之后，乔西才用遥控器打开大门。阿婶，蜜姐。赵子君轻点了下头，一脸审视道：家里就你一个？乔西嗯了一声，下起了逐客令：东西给我吧，我还有事儿，就不留你们做客了。赵子君自动忽略他的话，试探道：乔西呀，你哪里来的钱呢？二婶跟你说，那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咱可不能做啊。借的。乔西言简意赅。乔蜜懒得再跟乔西掰扯，冷着脸说道：乔西，你把钱给傅思琪还回去，以后别再跟他来往了，听见没？啊，我没问他借钱啊。乔蜜不提，乔西都快把傅思琪这号人给忘了。傅思琪是乔西青梅竹马的发小，也是父母给他定的娃娃亲。乔家破产后，乔思远找弟弟借钱时，赵子君提了2个要求，一个是用别墅做抵押，另一个就是跟傅家退婚。乔思远不同意退亲，便拍拍屁股走人了。后来乔西知道了这事儿，主动跟乔思远说自己要退婚，因为他不喜欢傅思琪，傅思琪也不喜欢他。那之后，乔西就跟傅思琪没有什么联系了。乔西，你可真能装！你明明答应过我，以后不跟思琪再联系的，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呢？我装什么装？你不信的话，打电话问问傅思琪不就知道了。乔西烦透了，当初之所以主动提出退婚，就是因为乔蜜老骚扰他，他看得出来傅思琪对乔蜜也有意思，所以干脆1不做2不休，退了这门婚事，成全了他俩。乔蜜眼底闪过一抹厌恶。别说，你可以继续住下去，钱我们暂时也不会再问你要，但是再让我发现你跟思琪有任何往来，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乔西没有理他，面无表情地拨通傅思琪的电话。很快，耳边传来一道戏谑的声音：乔大小姐突然给我这个前未婚夫打电话，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乔蜜找你，有什么想要问的快问吧，我还有事儿着急出门。乔蜜接过电话，1秒变夹子音：喂，亲爱的，啊，你忙你的，我闲着没事儿，过来找西西玩一会儿。乔西被恶心到了，皱了皱眉，一脸无语地盯着乔蜜。哦，我开会去了。挂了电话，乔蜜把手机还给乔西，还不忘丢给他一个挑衅的眼神。告诉你，他可是你未来的姐夫，你是他未来的小姨子，要有点边界感，懂？还有事吗？没事的话就慢走不送。他还要去给护卫队买武器，没时间跟他在这掰扯。钱我让我妈给你转过去，你记得还给思琪，以后别再找他了，也别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听见没？乔蜜抱着胳膊，瞅了一眼乔西身上廉价的睡裙，继续道：把心思多放在赚钱上，别老想着勾搭男人，真要勾搭你就去勾搭林虎彪。我听说他从局子里出来了，林家虽然没有傅家有钱，但是也不差呀，等你嫁过去，怎么也能买几件好点的衣服穿。你走不走？不走我就给傅思琪打电话，让他来接你们走。去，走就走，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堂妹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管你的事情。乔西气笑了。既然林虎彪这么好，那要不你跟他，我跟傅思琪。见过不要脸的人，但没有见过像乔蜜这么不要脸的人。他分明是怕自己过得太好，才一个劲儿的把他和林虎彪往一起凑。你做梦！我和思琪是真爱，你别想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切，懒得跟你废话。妈，咱们走。说不过乔西，乔蜜气呼呼的踩着高跟鞋走。赵子君虚情假意道：西西呀，秘密也没有别的意思，你也知道他和思琪能走到一起很不容易，所以难免会患得患失了一些。二婶现在就把钱转给你，借条和房产证也都给你，我娘家那边我再去替你求求情，等你手头宽裕了再还这笔钱也来得及。2个亿听着是许多，可远远比不上傅家的1000亿资产。他可不想因为2个亿而失去一个乘龙快婿。不用给我转，我有钱。乔西也是服了，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人？前几天死命催他还钱，今天他还了，他又要给他还回来，简直是离了个大谱了。赵子君装作没听到，又把2个亿给乔西转了过去，不放心的叮嘱道：你记得啊，把钱还给傅思琪之后
就别再跟他联系了。乔西没说话，望着赵子君和乔蜜母女远去的背影，在心里骂傻逼。啊！我不管，你想个办法，赶紧把乔西那个小贱人嫁给林虎彪，可别让他破坏了我跟思琪的好事儿。见女儿鼓着2个腮帮子，气得像是只小仓鼠似的，赵子君笑着安慰道：放心吧，思琪眼光高着呢，能看上乔西才怪。嘴里这样说着，其实赵子君心里也慌得不行。那个小贱人遗传了他父母的全部优点，长得很漂亮，要不然也不可能入了林虎彪的心。男人都是视觉动物，像乔西这种大美女，只要冲傅思琪撒撒娇，喊声好哥哥，纵使他再怎么高冷，恐怕也会为之心动。乔蜜不知道赵子君心中所想，骄傲地抬了抬下巴，哼，也是，思琪眼睛又没瘸，怎么会看上他呢？哼！阿铁，傅氏集团总裁办傅思琪一连打了好几个阿嚏，他皱了皱眉，在心里暗自嘀咕：臭乔西，死乔西，又在背后骂我是吧？求我帮忙很难吗？竟然宁愿退婚也不肯主动来找我，哼！我倒要看看你能强撑多久。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傅思琪的思绪。进。特助齐然拿着一摞文件夹进来。傅总，你让我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傅思琪点头，示意他继续。听乔蜜小姐家的保姆说，乔西小姐今早把欠乔蜜小姐家的2个亿给还上了，然后乔蜜小姐和乔二太太以为是您给了乔西小姐钱，所以一大早就去了她家。至于在乔西小姐家发生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傅思琪俊美的脸庞上闪过一丝疑惑，他哪里来的钱？暂时没查到。齐然皱了皱眉，暗自腹诽道：不是没查到，是压根儿没时间。您老人家就给我5分钟时间，我能查到个屁，拉泡屎都不止5分钟。去查。傅思琪眸光一冷，心里顿时升起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乔西这死丫头，该不会是傍上哪个大款了吧？否则她从哪里搞到这么多钱？傅总，现在正是乔西小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您再这么不管不顾，恐怕以后得追击火葬场了。傅思琪眯了眯眼睛，浑身散发着一股骇人的冷意。你在教我做事？不敢。齐然脸色一白，暗自后悔刚才不应该多嘴。出去。他是喜欢乔西不假，可他不愿意当只没有尊严的舔狗，所以从小到大，他在乔西面前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点他喜欢他的迹象。乔家破产后，他一直在等乔西这个未婚妻上门来求他帮忙，可惜等来的却是退婚的消息。他一气之下，果断答应了退婚。傅思琪越想越生气，蠢女人，笨女人，求求我会死吗？不求是吧？我倒要看看你能强撑多久。思及此，他眼里闪过一丝狡黠，随后他拿起内线电话打给刚刚出去的齐然，通知乔家所有债主，让他们去找乔西要债，务必让他在7天内把所有钱还上。是。江景别墅，乔西刚收拾完厨房，准备出发去武器店时，兜里的手机就发出一阵急促的响声。打开一看，是爸爸的老朋友蒋旭东。喂，蒋叔叔。西西呀。蒋旭东语气有些为难。是这样的，之前你爸爸从叔叔这里借了5000万，现在叔叔家里遇到了点麻烦，你能不能先把这笔钱还给叔叔？乔西很爽快地答应道。行，您把卡号发我现在就给您转过去。5000万够吗？要是不够的话，我多给您转点，您先拿去应急。够了。蒋旭东很不好意思地答道。他跟乔思远算是发小，关系一直不错。按道理来说，乔思远走了，他这个当叔叔的于情于理也应该照顾照顾他唯一的女儿。可傅思琪不是他能惹得起的人物，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业，他也只能当个落井下石的小人。蒋叔叔，5000万是还您的本金，另外500万是借您的，您先用，不够了再跟我说，我再给您转。乔西刚给蒋旭东转完账，手机又响，不到1个小时，他已经接了30几通电话，全是催债的。这个几千万，那个几百万，前后加起来总共将近10个亿。在此之前，乔西还真不知道家里竟然欠了这么多钱。梁朝，乔西背后的大佬宋怀安此刻正站在院子里，眉头紧锁，心里既着急又担忧。刚刚听3个孩子说乔姑娘的债主突然上门，说什么来还借条和房产证，直觉告诉他这事儿没有这么简单，盲猜应该是见乔姑娘突然暴富，他们想来探个究竟。正想着，耳边传来宋四郎的告状声：爹爹，妹妹不跟我吃肉蛋堡。
宋四郎耷拉着小脸，很不高兴。这2天全家都把他当成个大宝贝，他想吃什么，宋大郎就给他做什么。最关键的是，宋怀安也不骂他，他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这一番纵容，非但没有激起宋四郎心里的愧疚之意，反而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几兄弟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谁让人家可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还指着他赚大钱，将来带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殊不知，宋四郎早就放弃了做生意这个念头。宋怀安这几天也被宋四郎这个逆子给气着了，终归是养了8年的孩子，多少有些感情。他张了张嘴，刚想骂宋四郎一顿时，玉玉拿着半个肉蛋堡从屋里出来。这是我娘亲给我做的，你去找你娘亲给你做去。说完之后，小丫头咬了一口早就凉了的肉蛋堡，摇头晃脑的吃着。嘿嘿，娘亲做的，就算凉了也好吃。宋四郎黑着小脸，冷哼一声，哼，找就找，你不给我吃肉蛋堡，以后我娘亲给我做了好吃的，我也不给你吃。宋怀安就这智商，看起来都不如七郎高，还指望他做生意？哼，他还是好好培养培养五郎吧。提起娘亲，正在看蚂蚁打架的宋七郎来了精神。我娘亲会做肉蛋堡，你娘亲会吗？我娘亲还会做火锅，你娘亲会吗？我娘亲还会做铁锅炖大鹅，你娘亲会吗？宋四郎差点气哭，他怎么知道他娘亲会不会做？他又没见过他娘亲。哼，我娘亲什么都会。扔下这句话，宋四郎气鼓鼓地回屋收拾行李。他决定了，他要去找他的亲生父母。等他找到他娘亲，他天天让他给自己做肉蛋堡、做火锅、做铁锅炖大鹅吃。见他要走，宋家几兄弟都慌了。爹爹，宋大郎不安地看着宋怀安。宋怀安没吭声，回到自己屋里，从床底翻出来一个木匣。四郎，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宋四郎赌气般扔掉手里的衣服，进了宋怀安房。你说的没错，我确实不是你的亲生爹，你是我在路边捡来的。这枚玉佩当时就放在你的身上，看这质地，想来是你亲生父母，确实身份不同凡响。既然你执意要去找他们，我也不拦着。这玉佩你拿着，希望你能早日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宋四郎接过玉佩，呆愣在原地。末半晌，宋四郎紧握拳头，下定决心道：宋叔，我走了，等我找到我亲生爹娘，再来感谢您的养育之恩才怪。等我找到我的亲生爹娘，就来抓你去做大牢。听到这声宋叔，宋怀安心里五味杂陈，这小子还真是个白眼狼。也好，趁着他还小的时候认清他的真实面目，总比他长大后背刺全家要好。不用，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后，记得勤快一些。说罢，他挥了挥手，示意宋四郎走人。除了宋大郎和宋三郎之外，其余几兄妹都瞪大眼睛，惊讶的不得了。什么？四郎竟然不是爹爹亲生的孩子？仔细想想也是，他们的爹娘那么勤快，可生不出来这么懒的孩子。大哥，咱们也不是爹爹的孩子，对吗？宋大郎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猜的。宋三郎苦笑一声，指了指自己的脸。他从小就发现他们几个跟爹爹长得一都不像。是。宋大郎笃定的点点头。他被宋怀安收养的时候已经3岁多了，也到了记事的年纪，所以他知道他们几兄妹都不是爹爹的孩子。宋四郎行李不多，不一会儿，他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跟几兄妹挥手告别。我走了，等我找到我亲生爹娘，我就回来接你们去我家玩。嘿嘿，接你们去我家看我吃好吃的，小样儿，馋不死你们。宋四郎要走，宋家几兄妹也没挽留。要不是家里没有炮仗，他们真想放串鞭炮恭送睡神。嘿嘿，我还终于走了，再也没人抢我的零食了。望着宋四郎越来越远的背影，宋五郎嘴角的笑意怎么压也压不住。以前之所以处处让着他，是念在一母同胞的兄弟情分上。既然他不是爹爹和娘亲生的孩子，走了也好，他才不想有一个又懒又馋的哥哥。哼，以后终于不用再伺候一头猪了，以后终于可以大大方方的做木魂了。呵呵，以后晚上可以挑灯夜读了。哼，以后回家睡觉的话，终于不用那么挤了。四哥竟然不是爹爹亲生的，一会儿又可以给娘亲讲八卦故事了。坏哥哥走呢，以后没有人再欺负我呢。虎，都说了不用再给我家送柴了，你咋又送？宋怀安微微皱眉，赵大虎心眼太瓷实，他都说了好几次那对银耳环够买粮了，可他依旧天天往自家送柴抵债。哎呀，三哥，我不白送，我想再换一点奶粉给秀儿补补身子。秀儿是他媳妇儿，有，我明天让大郎给你送到家里去。心里记挂宋四郎。宋怀安说完之后就直奔主题。大虎，三哥想请你帮个忙。啥忙啊，三哥？你只管说。宋怀安把宋四郎要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事情一五一十跟赵大虎讲了一遍，听得赵大虎脸都黑了。
四郎这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他爹娘都不要他了，他竟然还要去找他们。宋怀安扯了扯嘴角，语气无奈道：或许他父母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哼，能有什么苦衷啊？赵大虎最讨厌这种生而不养的父母，更讨厌宋四郎这种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哪怕他只是个8岁的孩子，也不妨碍他讨厌他。行了，不说这个了。大虎，三哥事情多，一时半会儿没办法离开洛河村，所以想请你帮我护送四郎一趟。你放心，你家里有我照看着，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婶子他们就绝对饿不着。三哥，你还管他干嘛？人家都不要你了，你就多余操这份心。要我说呀，像四郎这种白眼狼，就应该让他自生自灭。宋怀安苦笑一声。四郎刚捡回来的时候只有巴掌大小，是我和他原本想说是他和几个部下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话到嘴边又改成了我到底养了他8年，总归是有些父子之情的。见他这么说，赵大虎也不好多劝。行，三哥，我回去跟我娘还有秀儿说一声，然后就去找四郎。你放心，我一定平平安安的把他送到亲生父母手里。不，你只需要远远的跟着，保证他不死就行。至于能不能找到他的亲生父母，就看他的个人造化了。父子之情是父子之情，但是儿子不忠不孝，他这个当老子的该教训也得教训。明白了，三哥你放心，我一定让这臭小子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宋怀安不放心地叮嘱道：不管四郎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3个月之后你务必回村。赵大虎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让他护送宋四郎3个月已经很难为人家了。至于3个月之后宋四郎该何去何从，那就不关他的事情了。身为养父，他能做到这一步也算是仁至义尽。知道了，三哥。这里面是三哥给你准备的物资，这是面包，直接撕开包装袋就可以吃。头一次见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赵大虎眼睛都看直了，心里虽然好奇，但是他也没有多问，接过登山包往背上一背。三哥，事情交给我，你放心。好，若是你们都遇到了危险，你要优先保证自己的安全，记得秀儿和孩子还在家里等你。臭小子非要自己找死，没道理拉上别人垫背。赵大虎憨憨的一笑。另一边，宋四郎背着行李慢慢悠悠走到村口，才想起自己身上1文钱都没有，不但没钱，连干粮也没有。唉，真是大意了。就瞧见王寡妇和李大丫从牛车上下来，他眼珠子一转，顿时计上心头。嘿嘿，先找王寡妇骗点小钱，等到镇上，他把装快乐水的瓶子一卖，这不就有钱了吗？宋四郎很热情的跟王寡妇这只大肥羊打招呼：婶子，大丫姐，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了？王寡妇瞪大眼睛，一副见了鬼的表情。乖乖，这宋四郎是吃错药了吗？竟然会主动跟他打招呼。是宋四郎吧？是啊。宋四郎笑着说，他本就长得好看，笑起来就更好看了。可这笑容落在王寡妇眼里，就觉得一阵毛骨悚然。大丫，咱们快走，这小子看着不对劲儿。整个洛河村谁不知道宋三家的4儿子是个懒汉，白天几乎不出门，晚上从来不出门。婶子，你不是想知道我后娘的事情吗？我见过她了，你想知道什么随便问。王寡妇脚步一顿，眼珠子滴溜溜直转。臭小子，你没骗我吧？骗你做甚？不只是我大哥二哥他们也都见了，你不信去问他们，不过你问了也是白问，他们是不会跟你说的。王寡妇上下扫视宋四郎一圈，将信将疑道：你啥时候见的你后娘？老规矩，一个问题1文钱。王寡妇气笑了，嘿，臭小子，你还真是钻钱眼里去了。无意中瞥见宋四郎肩膀上的包裹，他恍然大悟道：臭小子，你该不会是又打算离家出走吧？你问不问呢？不问我走了啊。宋四郎很是不耐烦，他还着急去镇上卖肥宅快乐水的瓶子呢。问。王寡妇从兜里掏出2文钱放在宋四郎手里。村里的那些奶粉米粉啥的，是不是也是你后娘弄来的？是。下一个问题。娘，问正事。李大丫都快被自家老娘给蠢哭了，那些东西一看就不是他们这儿穷乡僻壤应该有，还用得着问吗？你后娘是咋运粮食的？我咋从来没有见运粮的车队呀？那批粮早就运到了，一直在我家地窖放着。虽然宋家人对他不好，但是乔姐姐给他买了衣服鞋袜还有零食大礼包，所以他不会暴露他的秘密的。嘿，臭小子，你糊弄鬼呢？你家地窖有那么大，能放得下那么多粮食？ 3个问题3文钱。你
我没钱了，先欠着。没钱那就等下次有钱了再问。成功骗到2文车钱，宋四郎又恢复了以往对谁都一副爱答不理的模样，气得王寡妇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却偏偏又拿他没办法。坐上去镇上的牛车，宋四郎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一想到即将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心里就忍不住嘎嘎直乐。小兄弟，又是你啊！今天准备当点什么东西呢？齐德龙一眼就认出了宋四郎，笑得脸都快烂了。上次那个琉璃瓶，他卖给了镇上的王员外，倒手就赚了500两。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等着宋四郎上门，想看看他这里还有没有什么好货。可惜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人。就在他准备放弃时，没想到他竟然又来。神仙瓶要不要？宋四郎随口取了一个名字。小兄弟，啥是神仙瓶啊？宋四郎从包裹里取出装快乐水的瓶子，往地上一扔，瞧见没有，摔破，所以这叫神仙瓶儿。齐德龙都快被他给吓死了。天知道他刚刚举起瓶子那一刻，他有多害怕。这可是钱呐，怎么能说摔就摔？还好瓶子没有碎。他好奇地捡起瓶子，仔细观察，这瓶子通身透明，还有个红色的盖子，确实跟他们常用的瓶子不大一样，而且这材质跟琉璃也不一样。怕他不肯收，宋四郎继续忽悠道：这神仙瓶的用处可比琉璃瓶的用处大。琉璃瓶只能插花观赏，但是神仙瓶可以装水，而且不漏。见桌子上放着一杯茶水，宋四郎从齐德龙手里抽走瓶子，拧开瓶盖后把茶水灌了进去，之后他拧紧瓶盖来回摇晃。看到没，一滴水也没有漏出来。这要是出门装点水，可比水囊好看多了。齐德龙心动了，他都是头一次见，可想而知外面的那些人肯定也没见过。小兄弟，你开个价，这神仙瓶我要了。有了上次的经验，宋四郎这次直接要了1000两，还放狠话说道：你要是不要，那我就去找别人了。这可是神仙用的东西，1000两一点也不贵。齐德龙拧眉犹豫不决。小兄弟，1000两属实有些超出我的预期呀。这样吧，我给你500两如何？我还是去别的地方问问吧。别急，我再加点600两。宋四郎不为所动。门外赵大虎看到这一幕，人都傻了。一个破瓶子能卖600两，他默默地摸了摸登山包里他喝剩下的半瓶快乐水，想着要不要连快乐水带瓶子一起卖给当铺老板。赵大虎还在犹豫着，门内宋四郎已经将齐德龙给的800两银票揣在了兜里。齐老板，合作愉快，小弟先走一步了。小兄弟，你家在哪儿？家？宋四郎低垂着眸子，心里升起一股淡淡的哀伤。他也想知道他的家在哪里。见状，齐德龙还以为他不想说，连忙解释道：小兄弟，你别误会，我就是想等把这个神仙瓶出手后，再找你讨点好货。他抿了抿唇，如实说道：我要离开这里了，你要是还想要神仙瓶的话，就去洛河村找宋五郎，他是我弟弟。虽然几兄妹对他不好，但是念在兄妹一场份上，他就送他们点银子吧。反正家里还有一大堆神仙瓶，与其让哥几个拿着当夜壶装尿，不如卖给齐老板换些钱补贴家用。洛河村，好，我记住了，小兄弟，咱们有缘再会。有缘再会。说完之后，宋四郎十分潇洒地出了当铺。原本犹豫不决的赵大虎，等宋四郎走出一段距离，他才懊悔地叹了一口气，这小子心还不是一般的黑呀！一个装过小甜水的瓶子，竟然被他卖了800两。罢了，眼下还是先保护好这个黑心肝的白眼狼，至于自己手里的神仙瓶，等以后回来再买也不迟。时间还早，宋四郎打算即刻起身去平利县城。他听宋怀安说过，平利县城很大，那里有很多有钱人，还有能为民办事的官老爷。他的亲生父母指不定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要是找不到的话，他就去府城找，府城有钱人更多，找到自己亲生父母的可能性也越大。宋四郎想得很美，可他忘记了，他是宋怀安在边关捡到的孩子。边关离平利县城万里之遥，他就算找遍整个平利县城，整个乐华府，也不可能找到他的亲生父母。江景别墅，乔西安抚好所有债主，便开车去了卖武器的店铺龙月刀剑铺。店主叫周月，是个40岁的中年男人。乔西开门见山：老板，我来拿货，昨天微信上咱们沟通好的。你是乔大侠？周月惊讶地张大嘴巴，他以为乔大侠是一个抠脚大汉，没想到竟然会是一个大美女。是我，父母和哥哥去世后，他担心自己一个女孩子在家，平时网购点外卖什么的会不安全，所以就把所有网络平台的昵称都改成乔大侠，给人一种他是糙老爷们的错觉。很快，周月表情恢复如常，指着墙上的冷兵器说道：这些就是我们店里所有的刀剑款式，你想要哪些自己选。乔西不懂刀剑，哪个比较锋利，能一刀致命那种？闻言，周月吓了一跳，
乔小姐，你要是去做犯法的事情，那我可不敢卖给你。乔西尴尬地笑了笑，解释道：“老板，您误会了，我是帮我国外的朋友买，他比较喜欢咱们华国的武术，想买一些兵器玩一玩。”周月审视地看了乔西一眼，见他一脸坦然，不像是说谎的样子，才不紧不慢道：“你要是想锋利一些，我可以帮你开刃，但是咱们提前说好了，玩归玩，闹归闹，千万不能拿人命开玩笑啊！”知道老板也是一番好意，乔西点头：“您放心，我还年轻，不想吃牢饭。”周月微微放下心来：“好，那你先挑挑看，看中哪款我再帮你开刃。墙上挂的这些我都要。对了，您这有匕首和斧头吗？这2个我要的多一些。”小姐，你这是……价格不是问题，你就说卖不卖吧。不卖，我就去别家买了。乔西打断周月的话，刚才他开车过来的时候，发现这里不止一家刀剑铺，这家要是谈不妥，他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周月皱眉思考，最近店里生意很不景气，已经好几天没开单了，而且女儿还想出国留学，这又是一大笔费用。打定主意，他抬眸说道：“卖，匕首有，斧头我朋友那里有，你要多少？我从他那里给你调货。”匕首和斧头各要30把，能送货上门不？我车小，装不下这么多东西。周月点头：“可以，我这些刀剑便宜的1把110来块，贵的上千，差不多有100多种不同的款式，我也不问你多要，一口价60万，匕首和斧头我也一并给你配齐，全部送货上门，你看咋样？”乔西抠搜惯了，下意识的就想搞价，可一想到刚才口出狂言，说价格不是问题，他也噎住了。行，这次我就不跟您讲价了，下次您可得给我便宜些。还有下次？周月心里大为震惊，这姑娘买这么多兵器，该不会是要造反吧？几秒后，他就被自己这个想法给逗笑了。真要造反，也得搞些火箭大炮啥的，用这些冷兵器，恐怕还没开始就被帽子叔叔一枪给毙了。算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这次我给你便宜2万，咱们就当交个朋友。下次你再要兵器的话，记得来我家。没问题。给老板付了5万的定金后，他美滋滋的回了家。刚进家门，3小只就齐齐朝他跑来，异口同声道：“娘亲，我有我爹爹的大锅玉米。”乔西听笑了，弯腰抱起玉玉，故意逗他：“什么玉米呀？水果玉米还是黏玉米？”“不是，是玉米，不是水果玉米，也不是黏玉米。”显眼包宋七郎也急了，举着小手说：“娘亲，看我！”乔西玩心大起，故意装作看不到，就是不搭理宋七郎。哼！宋七郎生气了，抱着小胳膊阴阳怪气道：“娘亲既然这么喜欢妹妹，当初就只生她一个就好了，又何必生了七郎呢？”乔西无语地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他还年轻，可生不出这么大的好大儿。宋六郎震惊地看着宋七郎，沉默震耳欲聋。这小子该不会是真的以为乔姐姐是他们的亲娘了吧？玉玉嫌弃地皱着小鼻子，这哥哥怕是不能要了吧？见没人说话，宋七郎偷偷瞄了一眼乔西，好巧不巧，乔西也在看他。宋七郎换上一副笑脸，全然当作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声情并茂道：“娘亲，我四哥不对，宋四郎不是我爹爹的孩子，他是我爹爹捡来的。”捡来的？乔西微微一怔，玉玉点头：“是捡来的。”宋六郎附和道：“没错，今天四郎抢玉玉的肉蛋堡。”他一五一十的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跟乔西讲了一遍，气得宋七郎小脸黑的堪比锅底，在心里蛐蛐道：“哼，是我没张嘴吗？怎么就闲着你了？”听完宋六郎的讲述，乔西默默点头，原来如此。上次看视频的时候，他就觉得宋家几兄妹跟宋怀安一点也不像，当时想着他们应该是随了娘亲的长相，谁知道宋四郎竟然不是宋怀安亲生的。那照这个说法，另外7个孩子该不会也不是宋怀安亲生的吧？很快他就否决了这个想法，宋怀安又不是开孤儿院的，怎么可能8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呢？再说了，古人结婚早，他不可能都28了还是光棍一条吧。许久之后，乔西叹了一口气，心里对宋四郎也挺失望的。抛开别的不提，宋怀安毕竟养了他8年，他竟然说走就走，一点情面都不留，就挺寒心的。想到这里，他掏出手机，打开饿了么，点了些卤鸭货、啤酒什么的，又录制了一段视频，让宋六郎给宋怀安送过去。梁朝自从宋四郎离开之后，宋怀安难过了一会儿，就把全部的心思放到了训练护卫队上。宋三叔，我快坚持不住了。说话的是赵礼正的孙子赵平安。他原本以为进了护卫队只需要巡巡逻、站站岗就行，谁知道还要练武术。练就练吧，一上来就是蹲1刻钟的马步，这谁能顶得住啊？蹲好了。宋怀安表情严肃，吓得赵平安立马乖乖蹲好。
这时宋六郎从远处跑来，爹爹，玉玉找你。宋怀安猜到是乔西回来了，看向宋大郎，吩咐道：大郎，你来带他们训练，我回家看看玉玉。是。宋怀安3步并作2步，飞快地走回家里。爹爹，乔姐姐说你心情不好，特意给你买了些好吃的。宋六郎指着桌面上的卤鸭货，故意加重特意2个字啊。宋怀安挑了挑眉，我看你闲着也是闲着，去院子里蹲会儿马步，一会儿我喊你，你再进来。宋六郎他就多余回来。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走到床边，拿起乔西买的内裤，又走到宋怀安面前。爹爹，这是乔姐姐给你买的内裤，就是他们那边的蟹裤，说这个穿着舒服，还说内裤要经常换洗。盯着眼前的灰色布料，宋怀安老脸一红，不自在地挥了挥手。知道了，忙你的事去吧。等宋六郎出去后，他轻咳2声，拿起内裤仔细瞧了瞧，嘴角的弧度也越来越明显。看来家里还是得有个女人，否则这些琐事也没人替他张罗。把内裤放在一旁，他这才打开手机，点开乔西录的视频。宋大哥，我听六郎他们说了4郎的事情，你也别太难过，生死离别都很正常，只能说4郎跟你6亲缘浅。我给你买了些我们这边的酒水和下酒菜，你吃喝完了之后好好睡一觉，明天起来就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听到这里，宋怀安眼圈一红，差点哭了出来。活了28年，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乔西这样关心过他的悲与喜。倒也不是说几个孩子们不关心他，反正他们的关心就是跟乔西的关心不一样。完之后，他给乔西录制了一段视频。乔姑娘，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你说的对，4郎和我6亲缘浅。看着视频里模样俊美的男人，乔西无奈地叹了口气，眼睛都红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哼，男人全身上下就属嘴最硬。乔西也没戳穿他，又录制了一段视频给宋怀安宽心。原本还因为宋4郎的离开感到伤心难过的宋怀安，这会儿早就把宋4郎忘得一干二净，满心满眼都是乔西。乔姑娘，听6郎说今天你的债主上门来找你了，他们没为难你吧？钱还够花吗？不够的话你尽管开口，我再想办法给你凑。有人真心实意关心自己，乔西心里很开心，没为难我，他们上门来还借条和房产证，钱够花。乔西不想让宋怀安为自己操心，只报喜不报忧。可宋怀安眼尖，一眼就看出他是在逞强，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当即决定再去一趟县令府。富氏集团总裁办，傅思琪修长的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办公桌。几分钟后，他拿起内线电话打给特助齐然，跟前台和管家说一声，要是乔西来公司或者去家里找我，不用通报，直接把人领进来就行。齐然犹豫了一下，小声说道：老板，乔小姐应该不会来了，她已经还了4个亿的债务，剩下的6个亿，她说7天之内一定能还上。偌大的办公室，安静的吓人。齐然战战兢兢地将调查结果放在傅思琪面前。老板，乔小姐背后的大佬不止一个人。傅思琪黑着脸打开面前的文件夹，第1页就是齐老爷子的个人信息。你大爷！老板您别骂人呐，是我二大爷。齐然心里苦，他也没想到乔西小姐背后的其中一位大佬会是他二大爷，一边是给他发工资的老板，一边是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二大爷。这要是因为一个女人打起来，他该帮谁呀？你二大爷跟乔西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给他打了这么多笔钱？我不知道。齐然脸憋得通红，心说除了包养与被包养的关系，还能是什么关系？总不能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吧？他二大爷家里可是做古董生意的，据他了解，乔西小姐家里也没有什么古董可卖呀。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我真不知道。齐然眼神躲闪，就算知道了也不敢说呀。见状，傅思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整个人烦躁到了极点。好得很，你好得很，宁愿被一个老头包养，也不肯来求我。齐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默默在心里给自家二大爷画了个十字架。他老人家还真是人老心不老，这位爷的女人他都敢碰，真是胆大妄为。珠宝斋，齐老爷子还不知道自家好大侄孙竟然误会了他和乔西的关系。此刻他正乐呵呵的跟他的绯闻情人乔西视频。爷爷，我手里还有一批货，您能帮我出掉吗？今天之前的债主上门来要债，我答应他们7天内把钱全部还清。齐老爷子拧眉，能出是能出，不过我和你江爷爷、张爷爷他们已经吃不下了，可能得找沈老头。这种好东西他是一点都不想给沈文熙。齐爷爷，那您能帮我联系下沈会长吗？齐老爷子有点小孩子脾气，乔西担心他私自跟沈文熙联系又会惹他不高兴，所以才特地给他打了个视频。行。齐老爷子硬着头皮答应了。挂了视频，他点开微信给沈文熙发了一条信息：西西那
里还有一些大梁朝的货，你要不？下一秒，他握着手机，气得破口大骂：好你个沈文熙，竟敢拉黑我！有种大梁朝的东西你别要！对着空气骂骂咧咧了好一会儿，齐老爷子缓了缓脾气，拨通沈文熙的电话。沈文熙秒接：喂，哪位啊？齐老爷子气得肝疼，这老匹夫竟然没有存他的电话号码。算了算了，为了自家宝贝孙媳妇儿，他就不跟他计较了。是我，齐向南。不认识。沈文熙秒挂，齐老爷子更气了。别以为他不知道，这个老匹夫就是故意的。他不就是在他面前炫耀了下西西送的礼物吗？至于这样对他吗？想到这里，他嘴角翘了翘，将沈文熙的微信、电话全部拉黑，然后在微信群里发消息：大梁朝的宝贝，谁还要？之后，他又给乔西发了条微信：西西，想卖高价的话，沈老头联系你，你就不要搭理。呵呵，他就不信了，还拿捏不住个沈文熙。沈文熙和齐老爷子不在同一个微信群，没办法，两人谁都看不惯谁，在同一个群里天天都是吵架，所以体贴的姜老爷子特意建了2个微信群。这会儿他看到消息，又截图发给了沈文熙所在的那个微信群：艾特老沈，大梁朝的古董你还要不？当然要。沈文熙看完消息后，第一时间给乔西发微信：小丫头，你手里还有货要出啊？乔西秒回：沈爷爷，要出的，您要是要的话，直接找我齐爷爷就行。西回完沈文熙的微信，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就跟幼儿园小班的老师似的，一天天的竟是做一些哄人劝架的工作。刚刚哄完家里的梁小芝，现在又得哄齐老爷子和沈会长2个老的，他可太难了。不对，差点忘了，他还哄了远在古代的宋怀安。也不知道他心情好点没有。正想着，家里2个小的又吵吵开了。只见玉玉拿着遥控器冲宋七郎喊道：我的。宋七郎试着跟他讲道理：你已经看了好久喜羊羊了，该我看奥特曼了。哼，坏哥哥。玉玉抱着遥控器，眼神牢牢盯着电视剧里的动画片。娘亲，你看妹妹，她已经看了好久好久了，七郎一下都没有看。乔西揉了揉太阳穴，早知道2个小的看动画片会上瘾，他昨天就不应该教他们看电视。还是六郎省心，自从有了平板之后，只要一有空，他就躲在书房自己学习。玉玉，把电视关了，跟哥哥去玩一会儿玩具去。他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养娃的，只能按照现代人的养娃思路，给梁小芝买了些益智玩具，让他们闲暇之余可以打发打发时间。乔西的话，玉玉还是听的，关了电视机，跑过来给他捶捶揉背。娘亲，你累不累呀？不累。乔西看着眼神晶亮的小丫头，不知道她又在打什么鬼主意。玉玉嘻嘻一笑：娘亲，能不能借我一点小钱呀？借钱？乔西有点懵，你要钱干什么？他的钱都是人民币，就算给了小丫头，他也没办法花。玉玉捂着小嘴：不能说，这是秘密。一听是秘密，乔西顿时来了兴致：你告诉姐姐是什么秘密，姐姐就借钱给你。玉玉歪着小脑袋想了一下：送三哥哥去学堂呀，三哥哥当状元，给我和娘亲买花花袋。头一次吃到玉玉画的大饼，乔西既好笑又欣慰，这丫头没白疼，还知道等她三哥哥当了状元给她买花袋。突然想起家里还有1张20两的银票没有卖，乔西欣然答应：好，姐姐借钱给你。谢谢娘亲。玉玉笑得眼睛弯成月牙状，拿了银票喜滋滋地回家了。三哥哥，听到玉玉的声音，他放下书本，宠溺地朝玉玉看去。玉玉找三哥有事吗？安娜，三哥哥去学堂考状元，给我和娘亲买花花袋。宋三郎眼底闪过一抹惊讶。玉玉，你话还没说完，玉玉已经把银票塞到了他手里。我走了，不放心地叮嘱道：买花花袋。宋三郎眼眶湿润，笑着点头。好，等三哥哥考上状元，就给你和乔姐姐买花袋。在此之前，他没有想过考状元，只是单纯的喜欢读书。既然妹妹和乔姐姐希望他考状元，那他就考个状元回来，给他们买最漂亮的绒花袋。嘿嘿嘿，玉玉满意的点点头，转身走人了。
思及此，他起身拿着银票去找宋怀安。爹爹，宋怀安喝了点啤酒，脑袋晕晕乎乎的。三郎，怎么了？你看，这是妹妹给我的银票。宋三郎把玉玉说的话如实说了一遍。既然玉玉给你了，那你就先拿着，明日我去镇上看看，还有没有学堂招生。这灾荒年的，饭都吃不饱了，很多学堂自然也办不下去了。爹爹，我真的可以去学堂学习了吗？话刚说出口，他的眼神又暗淡下来。乔姐姐正需要用钱，还是先紧着她用吧。我上学的事情以后再说。宋怀安深感欣慰，还好家里其他几个孩子都是善良正义的，不像宋四郎那只白眼狼似的，总觉得别人亏欠了他。你留着当束修，你乔姐姐那边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的。爹爹，您说过的，盗窃非君子所为。除了盗窃，他想不来爹爹还能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珠宝首饰，被郝大儿当众揭了老底。宋怀安心里多少有些尴尬。听说过道义有道吗？没有。确实，盗窃非君子所为。可若盗窃的目的是为了救人，那就是大侠风度。让你读书是为了让你能明辨是非，当一个有学识、有涵养的人。可这世间是是非非，很难判定谁对谁错。书是死的，人是活的。多动动脑子，不要只认死理儿。人都要饿死了，是君子还是小人重要吗？宋三郎豁然开朗，儿子知道了。这些天他一直在纠结这件事儿。有个盗贼爹爹，这让他感到很羞耻。可养恩大于生恩，他的道德感约束着他，不能像宋四郎那样说走就走。如今话说开了，他反而觉得浑身舒坦。对呀，人都要饿死了，是君子还是小人重要吗？他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亲生的爹娘还在是吗？他不想去找他们，只是单纯的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抛弃他。看来他还是低估了这小子的聪明劲儿。不在了，你爹爹是个了不起的戍边英雄，你娘也是个值得敬佩的烈女子。当年你爹爹战死沙场之后，你娘知道后就跳河随他去了。宋三郎哽咽了，他以为跟宋四郎一样是爹爹从路边捡回来的孩子，出乎意料的是，他的亲生爹爹竟然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杀你爹爹的人已经被我杀了，但是指挥他们杀人的人还没有死，所以我们还需要努力。家里的房子不怎么隔音，所以宋三郎知晓宋怀安要买武器的事情。起初他真的以为他就是为了给护卫队用，这会儿他才反应过来，宋怀安是要去做一件大事儿。是啊，难怪他从小就让他们兄弟几个练武，不论天寒地冻，从不歇息。宋怀安从床底下取出木匣，把宋三郎父母留下的遗物给他。这枚玉簪是你爹送给你娘的信物，以后就交由你来保管。是。宋三郎的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一颗一颗砸在地上。他紧紧握着玉簪，暗下决心要为他惨死的爹娘报仇。正想着，耳边传来宋大郎的声音：爹爹，那我爹娘呢？他们有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遗物？宋大郎一直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个副将。有。宋怀安从木匣里取出一枚木剑，你爹爹亲手给你做的，可惜没来得及送到你手里。这时宋二郎也走了进来。爹爹，我是不是也不是您亲生的？你爹爹跟大郎和三郎的爹爹一样，都是我们大梁朝最勇猛的将士。看着老实巴交的宋二郎，宋怀安心里升起几丝愧疚。9个孩子中，他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二郎，他的命是二郎爹爹救的。那我娘呢？宋二郎声音中带着一丝哭腔，沉默了一瞬。宋怀安如实说道：你爹战死后没多久，你娘就扔下你改嫁了。宋二郎喉咙一紧，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也不想要一个生而不养的娘亲。这是你爹留给你的，你爹跟你一样爱捣鼓木头。大郎爹爹给大郎做的那把木剑，还是跟你爹爹学的手艺。接过鲁班尺，宋二郎再也控制不住眼泪。爹！一向木讷不善言辞的少年，在这一刻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声。宋五郎哭着走进来。爹爹，那我呢？是不是也不是你亲生的？把捡到宋五郎时他身上佩戴的那个金锁交给他。你跟四郎一样，是爹爹在路边捡。至于你的父母姓甚名谁，我一无所知。宋五郎哭得好大声，他做梦都没有想自己跟宋四郎一样，都是爹爹捡回来的孩子，自己从小没娘，已经够可怜的了，如今竟然告诉他爹也不是亲生的，这个打击属实有点大。
爹，那六郎、七郎和玉玉呢？他们不会也不是您亲生的吧？事到如今，宋怀安也不打算再瞒着几兄弟，孩子们一天一天在长大，很多事情也该提前开始布局谋划了。不是，他们三个是前太子和太子妃的亲生子女。说起来，如今的皇上还是他们三个的堂叔呢。狗皇帝为了能坐稳皇位，便派出杀手杀了前太子和太子妃。闻言，几兄弟惊讶的眼珠子差点掉在地上，谁敢信呢？他们的弟弟和妹妹竟然是皇亲国戚。半晌，宋三郎了然的点点头，难怪他们三个可以去乔姐姐家里，想来是异母同胞的原因。没错，既然如今你们都已经知晓自己的身世，往后就该更努力才是。六郎的身世注定他将来不会是一个普通人，他需要你们几个哥哥的帮助，需要你们为他卖命。谋朝篡位，大逆不道的话，他没敢多说。几个小子都不是愚笨之人，想来他们也能听懂他话里的意思。宋三郎攥紧拳头，指甲深陷在肉里。爹爹放心，我们定会帮助六郎拿回属于他的东西，也会为我们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要是放在从前，他也没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来，毕竟饭都吃不饱，一切都是空谈。可如今他们有了乔姐姐，有了来自21世纪的强大外援，别说辅佐六郎登上皇位，就是扫平四国，一统天下，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向文弱的宋三郎在这一刻浑身的热血被彻底点燃，他觉得自己即将干一件大事，干一件足以改变历史、名垂千史的大事。宋怀安欣慰地点了点头。虎父无犬子，你跟你爹一样，都是既有头脑又勇敢的。爹爹，那我呢？我是不是也跟我爹一样？是，你跟你爹一样都是有头无脑，空有一身利剑。宋大郎舅，这话怎么听着不像什么好话呀？宋二郎没说话，眼巴巴地望着宋怀安。你爹是个聪明的，当时军中好多兵器都是他亲手打造的，可就是太老实了。宋二郎嗯了一声，暗下决心要跟他爹爹一样，做一个聪明的人，打造好多兵器，辅佐六郎坐上那个位置。宋五郎哭得比刚才还惨，三个哥哥的亲生爹爹都是了不起的大英雄，那他爹爹呢？该不会是大狗熊吧？不对，大狗熊也生不出人呢，那他爹爹究竟是谁呀？难不成跟宋四郎的爹爹一样，也是个有钱人？算了，不管了，他觉得宋怀安这个爹就挺好的。对了，六郎也很好，也给他小零食吃。要是六郎以后当了皇帝，那他就是皇帝的哥哥，这说出去可比宋四郎的有钱哥哥有面子多了。想到这里，宋五郎不哭了，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让他亲爱的弟弟赶紧当上皇上。